据澎湃新闻的消息称，在近日美国国会以366票赞成、46票反对的绝对票数，通过了正式废除总统对外宣战权的法案。这项法案主要是为了废除1991年海湾战争和1957年中东战争期间美国国会授予美国总统发动战争的权利。也就是说，在未来，美国总统将不再享有独自发动战争的权利，能做出的危险举动的余地也将越来越小。据了解，在该项议案通过的当天，民主党议员芭芭拉·里表示，经过了20多年的努力，美国终于向结束无尽的战争迈出了一步。不过，这让外界非常的好奇，在2周内，美国国会连续废除3项总统宣战权，局势紧张的当下，国会为何要剥夺拜登的宣战权呢？对此，有观点认为，美国国会当下之所以会剥夺拜登宣战权，不准总统发动战争，很可能是在为最坏情况做准备。需要知道的是，尽管在废除了拜登的宣战权以后，这一权利将掌握在国会手中，但事实上，总统在未来不仅在这方面会显得劣势，而且其可操纵的范围更大。以美国以前对外使用武力的例子来说，有几次是在获得国会授权以后才采取行动的呢？此外，美国总统总是能找到各种理由绕开国会宣战，例如以战争的紧迫性或反恐的名义。更何况，除了这些以外，美国总统还有一个大招，那就是紧急使用权力。相信大家伙时不时就会注意到，美国各州在某些重大事件面前都会宣布该地区进入紧急状态，通常常见于自然灾害或重大事故。这种情况在整个美国都是一样的，而不仅仅是天灾。而之所以可能是为了最坏的情况做准备，主要还是因为近几年来，美国国内不论是五角大楼还是白宫，一些强硬派人士疯狂叫嚣对华战争以及对俄战争，这样一种狂热的氛围使美国民主党感到威胁。就他们而言，拜登现在还立足未稳，美国国内形势不容乐观。如果中美间突然爆发冲突的话，这将会给美国带来灾难，所以他们有必要采取行动，堵住鹰派人士通过总统发动对华战争的途径。总而言之，废止总统宣战权其实就是美国两党纷争的外在表现。这种局面继续下去的话，估计不仅会使美国分裂加剧，而且会触动美国军工利益集团的蛋糕，而且还会更加刺激美国内部鹰派对权力的争夺。所以如今美国有不少观点预测，下一任美国总统是否会选举出一位像希特勒一样的强权人物呢？说起变脸国家，想必都能第一时间想到美国。美国近期不断上演变脸大法，前脚跟俄罗斯友好谈判，后脚反手就给俄罗斯来一个制裁，这样的行为让人感到很迷惑。为了和中国作对，美国一直想着拉拢一些西方国家联手对付中国，并且也做出了相应的动作。但是擅长变脸的美国又变脸了。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消息报道，近日美国国务卿在接受意大利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不会要求自己的一些盟国站在自己的身后，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做出选择。布林肯的态度属实变得很快，之前拉拢各国的计划就是从布林肯和奥斯汀开始执行的，现在又说不会让盟友做选择，这前后矛盾的说法确实让人感到诧异。那么布林肯究竟发现了什么，才使他的态度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呢？值得注意的是，他在采访时提到了 G7 峰会、北约峰会和美欧峰会，并且称美国必须要和中国保持来往。虽然在很多方面中国同美国是竞争对手，但也必须跟中国成为合作伙伴。所以说，美国现在已经发现了世界各国都离不开与中国合作的问题。而在 G7 峰会上，美国的盟友坚决反对美国对中国持有的敌对态度，并且认为美国不应该拉拢其他国家组团针对中国。从这一举动中，美国明白了中国在国际上占据了重要的位置，如果想要走拉拢其他国家对中国孤立的战线的话，是根本行不通的。所以说，拜登的计划可能已经失败了，因为像法国、德国这样的西方国家已经表示不会选择与美国站在一起来针对中国。布林肯看到了这一点，他将中国称为最难打交道的国家，是因为中国不愿意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但中国目前的实力过于强悍，美国目前已经不能压制中国，所以认为很难和中国打交道，因此选择改变战略方向，在与中国对抗的同时选择继续合作。另外，美国国内经济走向下滑状态，由于拜登弥补疫情的损失，大量出现放水的弥补措施，使得国内已经出现大量通货膨胀现象，并且数据显示，美国债务规模已经高达28.4万亿美元，达到了史无前例的高峰，并且在拜登的放水模式下，美国的债务模式在疯涨。美国财务长耶伦已经警告，如果继续维持这样的状态，很快将迎来债务违约，甚至出现金融危机。因此，美国现在不敢与中国脱钩，如果继续进行大规模的针对，进而惹怒中国的话，
若中国在此时选择一次反击，美国就不一定能够承受得住。所以，美国布林肯就改变了态度，开始转变战略方向。在采访时表示，选择与中国更多的合作。俄罗斯国家安全最近形势严峻，在黑海地区，俄罗斯军队正在日夜戒备。美国纠集了30多国部队，正在黑海地区进行军事演习，针对俄罗斯意图非常明显。目前局势异常紧张。之前，英国军舰就企图入侵俄罗斯海域，遭到俄罗斯实弹射击警告。随后又发生了荷兰军舰对俄罗斯挑衅的事件，这些都说明美国以及北约的行动给俄罗斯的国家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危害。而俄罗斯在面对国家安全遭受到严重威胁时，动作也不小。俄罗斯先是在黑海沿岸部署了大量的反舰导弹系统，最近又高调宣布将在克里米亚地区进行关于 S-400 防空导弹和铠甲自行防空系统的实战演练，并且关于俄罗斯唯一的航母库兹涅佐夫号最近也被爆出了重大问题。俄罗斯目前的安全状况已经不允许库兹涅佐夫号长期待在船坞无法作战，所以俄罗斯国内目前对于库兹涅佐夫号航母的进度尤为关注。据观察者网报道，29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摩尔曼斯克地区的造船厂进行了突击检查，而俄罗斯库兹涅佐夫号航空母舰就是在该地区造船厂进行维护检修。据悉，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对整个造船厂的地区进行了细致的检查，没收了计算机设备和大部分文件，最后还带走了部分造船厂的官员。在此之前，就有过官员因贪污航母维修费用被逮捕的事情发生过。据有关人士分析，此次俄罗斯突袭检查造船厂的行动，是因为航母维修进度遭遇停滞不前的重大问题，所以才会如此急于清除内鬼组织腐败继续发生，加速库兹涅佐夫号的维修进度，早日形成战力，维护俄罗斯国家安全。在面对美国以及北约各国围堵制裁的时刻，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在第一时间宣布重要信息，给俄罗斯人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据俄罗斯塔斯通讯社报道，普京总统的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在接受电视采访时强调，俄罗斯所有人民都应该相信，普京总统随时准备拼尽全力保卫俄罗斯人民的安全，并且在面临俄罗斯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时候，普京总统也会采取一切手段以及措施来保卫国家。俄罗斯的一系列行动都证明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于俄罗斯安全的重视。美国以及北约应当重视普京总统的决心，不要试图继续挑衅俄罗斯。毕竟，俄罗斯的决心不仅仅是说说而已。历史的过往都证明了，挑衅强大的北极熊，最后都没有好果子吃。强大如拿破仑，也在远征莫斯科上面摔了跟头，这些都是前车之鉴。希望美国以及北约能够看清，一味的挑衅俄罗斯，最后只会给欧洲带来巨大的灾难。面对坚定保卫国家的普京总统，希望美国和北约能够适可而止，放弃寻求对抗。当地时间7月2号，美国传统政治网站国家利益当天罕见的刊文指出，美国在最近出现了一种唱衰论调，认为中国5代机虽然拥有很高的威胁，但是好在数量有限，中国其他战机的质量无法与美军相比，因此并不需要过度恐惧。但这种论调恰恰是傲慢的观点，为此国家利益驳斥了这种观点，并着重介绍了我国的歼十战机，并警告美国一些人，歼十战机不用隐身也能够杀死你。国家利益指出，美国五角大楼对中国歼十战机的评估是，这是当前中国服役的主力战机之一。2018年的数据是预估在600架左右，占据了几乎一半的数量。尽管这是一款本世纪初才研制成功的战机，中国当时还不具备触摸隐身战机的能力。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国在着力对歼20隐身战机进行进一步开发的过程中，同样没有忘记对歼十能力的深度挖掘。美媒认为，美国人经常喜欢拿异样的眼光看待中国，但最早期的歼十战机和如今的歼十战机已经不在一个层次。就如同美国空军决定使用混合空中作战编队，以隐身的战机和非隐身战机共同组队，中国同样采用了这种编队方式。除开在提速量产歼20外，还为歼十战机进行了更为先进的技术改造。在2018年年末，外界观察到，中国为歼十战机配置了全新的国产发动机 WS10， 这使得其性能得到巨大提升。后续这款发动机的改良版更是列装在了歼20战机身上。
此外，也有观察人士发现，歼十能够挂载雷达制导导弹，拥有压制地面防空火力的能力。当时五角大楼的对华年度报告中就将歼十 C 这一型号列为配置最新武器的先进第4代战机。此外，也有人注意到，歼十换装 WS-10发动机后，有效减少了雷达的折射率，降低了在对地防空火力压制时自身可能存在的危险性，大大提高了战争的实用性和生存能力。基于以上的观点，国家利益认为某些人不要再幸灾乐祸了，认为歼20少，中国空军就无法构成威胁。歼十战机即便没有隐身能力，也同样能轻松杀死你。而且在现代化战争体系中，歼十 C 同样拥有与美军顶尖战机一战的能力和机会。